如果你是一个做焊件比较资深的用户哈，你肯定知道在装配下你是没有办法操作切割清单的啊。但是我们 SWTTU 是可以的，不但可以，而且我们有巨大的操作价值啊。这节课我就要把这个实体清单在装配下的操作做一下哈。虽然我们昨天其实把这个装配内容讲过了啊，但是所有的内容都在零件下搞的。装配内容我基本上光是跟你耍嘴皮子了啊。有用户就后台跟我们说，能不能把这个装配啊，特别是这个统计表啊，因为这个统计实体清单这个统计可能是用处最大的，做一下哈。我直接按统计，你得先知道现有的条件是吧？我们现有的条件就这是我们昨天做这个零件，咱只看这一个绿色的表。我再装配一下，现在我要新建一个装配。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在设计树下，你注意我这设计树下的状态哈。我现在设计树下边，我单选了个切割清单。当你单选切割清单的时候，我们不做统计啊。所以说我这块要把这个设计树下选择状态给它取消掉它，然后我再做统计。看到了啊，这里边把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统计进去了，它只有几个？有一个，然后上面圆是这个方是一个，圆是2个，对吧？那么我现在开始做这个水壶把这个操作哈，水壶把它改成水壶把，圆改成水壶把了哈，这个呢也改成水壶把啊，2个这回全都叫水壶把。虽然这个切割清单是这么大个圆，这个切割清单是这么2个小圆，我们的统计只看切割清单项目名。你说我们这个东西明明是不一样的时机，我们统计成一样的合适吗？你要想你的设计过程哈，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的改名过程是你人为的操作，你再加入你的主观判断。明知道不一致，为什么你要给它一致的切割清单项目名呢？你已经加入了人为的主观判断，我们的程序会默认你的主观判断是正确的。SW 之所以无法在装配下操作切割清单哈，就是因为它无法判断不同零件下的相同实体。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是我们实体清单中最主要的一个统计的依据哈。我们很多的操作都是在依赖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这里边你注意，我们这个是支持在装配下，我们是支持多选统计、单选统计的哈。比如说我这是2个零件，对吧？你这么选择是一个统计，你这么选择这是另一个统计。当我做这个统计的时候你看一眼它的统计结果哈，它统计结果是不是只有这么两条属性了？因为我没有做这个切割清单格式化。假设在实体导出的过程出现问题了，那么你就要想着这个切割清单格式化你是不是没做？我们这个格式化怎么搞？不用开零件了哈，我们这个同样的支持装配下多选择零件切割清单格式化。格式化完成了，你发现这个里边的东西一大堆属性了是吧？想起了一个昨天没讲的命令哈，所以你做完了统计之后，我们这个右键是可以打开实体图纸的这我工程图可能删了哈，我重做一个这回就可以了哈。我先选这个水壶把的 STP， 右键打开实体图纸。我选这个钣金，右键打开实体图纸。你在 SolidWorks 下右键是可以打开零件的工程图文件的是吧？我们不但给你打开工程图的文件，并且直接给你定位到这张图纸。这会儿你要想我这个零件很简单就这么几个切割清单你有没有可能有100个切割清单？那你想我这个操作有没有用完了吗？没完，我们这儿还有个花样我这块用工程图输出，然后这块我仅输出当前图纸。然后我们看看我这个导出的是什么东西？仅当前图纸上。我们以前就在说 DWG 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跟你提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layout DWG 的这么个 layout 空间是吧？因为我们图纸是一张工程图，要导出一片图纸，所以说我们多余的图纸都会给你插入到这个 layout 里边去。但是我这个实体图，我仅当前图纸的时候，我们就只输出这一张图是吧？这是什么东西实体图纸，你要记住这是实体图纸。在我们最新的这个 23.0.80版的 SWTTU 中，我们又加了一个命令，我们支持批量导出 DWG， 既是每一个实体的 DWG 我这个当前的状态你要注意工程图环境它是不支持我们这个命令的你要切换到装配体下来，然后再把这个实体清单选中了，然后你这批量导出的话，它会让我们选这些
这都是只有实体图的哈。你要想另一个问题哈，在我们前面的课程中，我已经跟你说了哈，我们这块可以导出实体的 STP， 我这儿还可以批量的导出 DWG。我们还有什么？你看这个东西哈，这是什么？数量是吧？我们这块明明打开了的是工程图，为什么这块要写 STP 呀？打开 STP 有用吗？你能去修改 STP 去吗？不能。你如果要是没有我们家的工具的话，你恐怕可能会需要做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打开转存零件呐，另存 STP 啊，改 STP 这上挖个孔啊，打个槽啊什么的乱糟糟的东西啊。我们 TDO 不需要，因为你只需要在零件下修改就可以了。但是有这个数量了，这正好是一个既有平面图又有 STP 的一个小BOM，对吧？而且我们这支持 Excel 导出，对吧？那你现在 DWG 的平面图你有了， STP 的实体文件你有了，小BOM有了，它不是一个零件的小BOM，它是一整个装配的所有焊件切割清单的小BOM，对吧？你还缺啥？还有个事儿我要说一下哈，我们在讲那个 Pro 的二重网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家所有的工具都在服务这个 Pro 的系统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的实体清单导出的实体和那个我们这个没做格式化哈，来做一遍格式化。我们这刚才做的这个 DWG 和那个实体 STP 都支持这个 Pro 的扫描。你打开这个 Pro 的扫描之后，然后你看第一个先觉着最碍眼的就是数量，是吧？因为我们还有个步骤没做哈，实体清单里边这里边有个复制数量复制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这个 Pro 的系统中，然后这块有个粘贴数量你发现个问题这个是咋回事？咱先看看这扩展名在这个扩展名里边，你发现是3个 DWG 4个 STP， 对吧？然后咱对一下这个实体清单，这实体清单里边是不是项目名只有3个呀？那么 STP 怎么多出来一个？因为我们这个 STP 我是按照零件来导出 STP 的，所以说它里边有一个大圆饼，它里边也有个大圆饼，是吧？这两个大圆饼都叫做这个水壶瓣，是吧？但是我们刚才之前说了哈，这个水壶瓣它的文件的代号是不一样的，怎么处理？不一样，咱就删除这个冗余，用这个冗余我们这个清除冗余的，它的删除依据是这个这个切割清单对应的文件名，它不但删 STP 还删 DWG 再说了有2个文件都会导出这个水壶瓣这么个实体文件。那我们这个统计不是说随便看哪个好看就把哪个文件的 STP 给你塞里边的，我们是按照你的最新的更新来的。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水壶瓣上打了个窟窿，结果你导出实体的时候，你把这个给导出来了，你只要碰这个零件了，它成最新的了，那么我们按照最新的来。要注意这个清除冗余的时候，一旦你发现删图删错了，那是因为你把这个文件修改了。你看一眼右边他把那个30那个STP 给弄掉了剩下的全是26的 STP 是吧？然后这回你再用这个 Pro 的清空，然后那个扫描，这回就是3个 STP 3个 DWG， 然后咱把这个数量粘进去这回就全合理了是吧？全选加入清单数据入库这个还有个装配没改呢我不入库了就这么着了。那我们这个数量，我们做这套操作准不准确准不准确？我之所以搞这么简单，就是为了让你拿手指头都能查出来。所以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再来个零件。最后一个事儿是这个 description 这个蓝色的表统计总长的。这个统计总长的话不讲了太简单了你只要理解这个 description 这个属性值是来源于那个焊接镂空文件，然后并且知道我们这个属性管理器是可以批量添加这个属性的，可以批量添加这个文件名的，把这个文件名整进去这是文件名整进去，直接应用到这个焊接轮廓上，然后再改个名就完了。这个没什么好讲的你要是对这个有疑惑的话，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焊接切割清单的5节课